作为台海防线上体型最大、威力惊人的陆基火炮，被前线官兵尊称为炮王的美造 M14 240公里榴弹炮，以其强大的破坏力，在冷战至今的岁月中扮演着关键的战略制衡角色。作为一尊研发于二战末期、放列重量接近30公吨的巨炮，在精确制导武器和察打一体无人机满天飞的今天，这一款落后时代的老爷炮为什么依然被防卫高层视为不可替代的底牌？这究竟是前线守军的无奈之举，还是说在它背后隐藏着无法复制的物理优势？今天我们直球对决，用最通俗的语言、最严谨的参数以及真实的战术模拟沙盘，为大家深度拆解这尊台海黑龙，看看这款重型火炮究竟是如何在信息化战场上继续发挥它的价值。大家好，我是威廉。在节目开始前，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在强烈电磁干扰和反卫星武器的饱和打击下，战场上所有的 GPS 信号，甚至无线电通信在一瞬间全部瘫痪。那些造价数千万、高度依赖晶片与网络的精确制导飞弹突然失去了方向。这时候，在最前沿的花岗岩岛屿深处，一尊巨大的黑色火炮缓缓推出掩体。它不需要晶片，不需要卫星导航，甚至不需要任何电力，仅仅依靠重力、化学能以及最基本的弹道计算，在拉火绳被拉动的一瞬间，一发重达160多公斤的钢铁弹丸破空而出，准确地砸向几十公里外的海上目标。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美造 M14 240公里榴弹炮。冷战时期，美军因为它巨大的体型和黑色涂装，给了它一个霸气的雅号“黑龙”。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金门与马祖的地下要塞，去揭开这条黑龙尘封的面纱。这尊巨炮是如何来到台海前线的？我们必须把时间拨回到823炮战爆发初期。当时双方在狭窄的金门海域展开了密集的炮击，短短几十天内，数十万发炮弹倾泻在金门群岛上。面对这种饱和式的火力轰击，前线守军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技术痛点。那时候，守军装备的主力火炮是美造的155公里加农炮和105公里榴弹炮。这些火炮在面对沿海密集的坚固工事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大家都知道，福建沿海的地质结构多由坚硬的花岗岩构成，对岸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所大多深埋在花岗岩山体内部。普通的155公里炮弹打上去，除了削掉一层岩石外，根本无法对山体内部的岩体造成实质性的结构破坏。当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火力的不对称。如果不引进一种具备超强穿透力和毁灭性单发威力的重型火炮，前线的炮战将陷入无止境的消耗战。为此，俞大维数次冒着炮火在前线观测探着点，随后飞往美方进行军事交涉，争取引进美军现役最具威力的重型火炮。美方经评估后，决定启动代号为轰雷计划的紧急军事援助方案，将原本部署在琉球美军基地，准备用于要塞攻坚的240公里超重型榴弹炮紧急转运到台海前线。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物流挑战。一尊240公里榴弹炮在平时放列时，重量接近30公吨，即便是拆解运输，单是那根合金钢炮管就重达7.5公吨。在冷战时期的简陋条件下，要把这些大炮秘密运上没有深水港口，且随时面临敌火威胁的前线孤岛，这本身就是一场军事运输史上的奇迹。根据规划，1959年首批10门240公里榴弹炮由美军登陆舰运抵金门，其中2门优先部署在金门东部的雷霆阵地。随着局势持续吃紧，美方陆续向台湾移交了总计约30门240公里榴弹炮，被西部署在金门与马祖的核心要塞阵地中，形成了一南一北，钳制台湾海峡咽喉的战略格局。黑龙正是在前线的花岗岩坑道中安了家。要真正理解它的威力，我们必须用严谨的参数把它拆解开来看看。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军事历史上叫240公里的火炮有好几款，比如一战时期美军的旧型 M19184以及日本陆军的454。但我们今天的主角美造 M14 240公里榴弹炮，技术上比这两者要先进得多。它是二战时期美国陆军装备过最重、最强大的野战牵引火炮，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解决高度强化的混凝土要塞工事。这根炮管由单体高强度合金钢锻造而成，内部开凿有64条等齐右旋膛线，膛线的数量和残具设计是确保重达160多公斤的巨型弹丸在飞行中获得充足旋转稳定度，
避免空中翻滚的保证。在后膛结构上，240公里榴弹炮采用了经典的阶段断格螺丝臂锁设计。当装填完毕，关闭炮栓并旋转时，螺纹会像卡榫一样牢牢锁死在后膛的螺槽中。之所以采用螺丝臂锁，是因为240公里榴弹炮发射时，药室内部产生的膛内气压高达每平方英寸36000磅。如果闭锁机构密封性不够，高压火药燃气会从后膛泄漏，轻则射程大减，重则直接炸膛。装填过程是一项重体力活，因为弹药极重，火炮采用手动分装式装填。射击时，炮身先降回到水平位置。炮兵用专用推弹车将重达163公斤的高爆弹丸运到炮尾，由数名炮手合力用推弹杆推入炮膛，使弹丸导带卡在膛线起点上，接着放入不同分量的发射药包，最后关闭炮滤，插入拉火管，才算完成装填。大家可能对163公斤的弹丸没什么概念，现在主流155公里榴弹炮的弹丸大约45公斤，也就是说，一发240公里榴弹炮弹丸的重量，相当于近4发155公里炮弹的总和。在36公斤推进药的推动下，它能以每秒701公尺的初速飞出炮口，最大射程可轻松突破46里，极限射程甚至能延伸到60里。当这枚重型弹丸以高角度抛射砸向地面时，其巨大的动能和高当量炸药在落地瞬间能产生一个直径高达500公尺的杀伤面。在这个半径内，任何陆天人员和轻装甲目标都会被瞬间摧毁，即便是深埋地下的钢筋混凝土指挥所，面对直接命中时，也会因剧烈的震波传导而塌陷失效。这就是黑龙最真实的威力。在美军二战野战教范中，240公里榴弹炮是被当作野战牵引火炮使用的。平时拆解装车行军，抵达预定阵地后，需要用20吨级重型起重机在地面挖坑组装。这套程序即便训练有素，也需要耗费2到8个小时。如果把这套野战部署方式直接搬到台海前线，结果会如何？前线岛屿面积狭小，完全暴露在对岸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在长达数小时的组装过程中，一波反炮兵火力就能让这尊毫无防护的火炮化为废铁。于是，前线工程技术人员决定打破常规，既然不能在露天组装，那就把火炮藏进山里去。利用金门和马祖最坚硬的花岗岩地质，守军构筑了能够抵抗重型航空炸弹和导弹直接命中的钢筋混凝土地下要塞。这就是金门西边的雷霆阵地与八卦阵地。火炮平时收纳在深邃的钢筋混凝土坑道掩体内，坑道上方有数公尺厚，结合了花岗岩与现代高强度混凝土的防护层。即便是重型穿地弹命中山体顶部，坑道内部的火炮和成员依然毫发无损。发射时，炮班成员操作轨道系统，将整尊近30公吨重的巨炮沿着钢轨缓缓推出掩体，移动到露天的圆形发射台。炮座底部安装有360度转盘系统，炮兵可旋转炮身，快速指向预定的战术目标。瞄准发射后，炮班立即释放刹车，循钢轨将巨炮退回深邃的掩体内，关闭防爆钢门。整个过程实现了打完就躲的战术自保。这套方案将笨重的牵引炮改造成了生存率极高的拥背堡垒。在实战演练中，12名官兵必须经过常年训练，在短短12分钟之内完成从推出掩体、定位、瞄准到发射准备的整套流程。这在当时是一项工程与人力的双重奇迹。一旦台海前线发生冲突，这批部署在金门和马祖的240公里榴弹炮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在沙盘上标注出射程覆盖范围。以金门阵地为例，主要指向沿海的厦门等地区，其防卫和反击任务可以拆解为3个层次。第一层是反制压作战，在冲突初期，对岸的前沿坚贞机构、炮兵阵地是守军优先打击的目标。240公里榴弹炮凭借着高角度弹道，可以直接绕过地貌阻挡，利用100公斤级弹丸的巨大动能，对前沿坚固工事实施毁灭性的压制射击。第二层是航道封锁，在大邓岛、小邓岛与金门之间存在着狭窄的水道，这是登陆部队集结的必经之路。240公里榴弹炮利用其射程，对这些水道实施预设弹着点封锁射击，能有效截断海上补给线，阻止两栖车辆的集结。第三层是反登陆阻扰射击，一旦大规模登陆船团发起抢滩，240公里榴弹炮将执行大范围的海上扰乱射击，它扮演的是杀伤覆盖的角色，通过对登陆波次实施灭火力覆盖，其产生的巨大破片和激起的海浪，足以重创大批登陆载具，为防线争取至关重要的战术时间。
影片到这里，有些熟悉现代军事发展的观众会问，在如今精确制导武器、远程多管火箭以及无人机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笨重的老炮真的还有实际生存能力吗？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首先，我们承认，如果把240公里榴弹炮放在露天野战平原上，它很容易被精确火力摧毁。但问题在于，金马的240公里榴弹炮是深埋在花岗岩山体深处的地下要塞，在现代高强度冲突中，首波打击往往是密集的精确制导飞弹饱和轰炸。此时，大部分露天的发射车和营区都会面临威胁，但拥有数公尺防护层的岩石要塞却拥有极高的存活率。当第一波导弹轰炸完毕，登陆部队开始向滩头推进时，这一批存活下来的火炮就会推开肛门，成为反登陆作战中最难缠的常规火力源。其次，我们要算一笔账：现代电子对抗白热化，一旦强电磁干扰或脉冲武器启动，高科技导航信号和晶片随时可能大面积失效。这时候，240公里榴弹炮这种不依赖任何晶片，完全依靠纯机械和物理弹道计算的常规武器，就展现出了最关键的优势。绝对的抗干扰能力，只要手里有一张地图、一个计算盘和拉火绳，它就能雷打不动地把重型弹药送往预定海域。这一点在2017年11月那场震撼的演习中得到了验证。自1996台海危机结束后，马祖的240公里榴弹炮经历了长达21年的静默封存。2017年，具备深厚炮兵背景的时任马防部指挥官杨海明中将指示并督导了重炮保养射击训练。在封存了21年的高盐环境下，这尊近30吨的火炮在重新击发时存在不可预测的故障风险。为了部署安全，杨海明中将命令现场所有幕僚干部撤离到防炮掩体内，射击阵地上只留下了他自己以及一名负责拉火绳的基层小兵射手。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这尊重启的240牛炮，恰好是数十年前杨海明在马防部担任炮兵连长时亲自带过的那门炮。看着神色紧张的年轻射手，将军站在他身旁，拍着他的肩膀说：“安啦，我就是当年这门炮的连长，安全绝对没有问题，打就是了。”随着一声令下，拉火绳被拉动，沉睡了21年的黑龙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当天，实弹射击精准，命中了假定目标海域，掀起了几十公尺高的滔天巨浪。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演练，更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条守护海疆的黑龙依然随时能够战斗。如今，金门西边的雷霆阵地因商业航道繁忙和政治考量，自2008年起停止了实弹演练，部分转为静态展示。但在马祖南竿美时的240公里榴弹炮阵地，采取的却是极其严格的有条件开放模式。这意味着它实质上依然隶属于现役管制区，依然承担着核心战备任务。在那些厚重的防爆门背后，官兵的战备操演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尊巨炮之所以没有被送进博物馆，正是因为在防卫高层眼中，它依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底牌。在最极端的战火点燃之际，当高科技的电磁干扰瘫痪了所有的 GPS 与导航信号，当双方的飞弹系统在第一波对攻中消耗殆尽，这尊隐蔽在花岗岩山体深处的黑龙将会是前线最可靠也最难被消灭的重火力。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充当好看的花架子，而是为了在最残酷的消耗战中，当登陆部队试图强行抢滩时，用它那不受任何电子干扰的重型弹雨，在海面上砸出一道防线。老兵不死，只是转型。台海黑龙的传奇，既是一面记录着铁血对峙的镜子，更是前线官兵在高度紧绷的现实对峙中，握在手里最实在的底牌。它默默地昭示着一个简单的真理：唯有最务实的备战，才是维持军事唯一的筹码。今天关于黑龙240公里重炮的拆解与战术推演，我们就探讨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用逻辑和真实地缘现状来深度剖析军事装备的科普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是威廉，我们下次再见。